只舞姿妖娆的大熊猫，就是生活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九九。九九长得很漂亮，大大的脑袋，蓬蓬的脸。她的妈妈是天津八里台的大姑奶奶格格，爸爸是浓颜系大帅熊金科，生活在大连的妙音以及南山竹海的华丽都是她的亲姐姐。九九很爱笑，她挂在树上，向下探着脑袋，冲游客笑的模样，真的可爱数了。而且她还像小狗狗一样吐着舌头，向大家招手，应该没人能拒绝一只这样的九九吧。九九喜欢躺在绿化带里吃石楠叶，石楠叶是一味中药，有补肾等功效，不知道是不是补过头了。九九吃着吃着白眼一翻，扑通一声就倒地上了，只能说九九是有点演技在身上的。九九还有一个神技能，别看他嘴筒子短短的，打包本领老厉害了，像这样一次打包3根竹笋都是小意思，九九一次能打包几根，取决于饲养员给的笋的数量。这天九九笑眯眯地爬上木架，看到饲养员给他放的笋，九九闻了闻后，打算打包到一个舒服的地方去吃，结果第一下没有全部叼起，于是他又重新打包了一下，反正就是要一次带走6根笋。但别看九九平时总乐呵呵的，有时候也会生闷气，他的生物钟很准时，一般到了下班点他就会坐在门口等着奶妈开门回家。结果有一天奶妈没忙完，晚来了几分钟，九九就不乐意了，自己气鼓鼓地坐在木架上，任凭奶妈怎么喊他都不回去。奶妈哄了半天才哄好，但九九和奶妈大多时候还是天下第一好。这天有游客把喝过的酸奶盒丢进了九九的院子里，奶妈很着急，怕九九误食有危险，于是就不顾自身安危进到场地去捡。奶妈小心翼翼地递给九九一个苹果，九九也很懂事，乖乖地坐在那里吃，让奶妈把酸奶盒捡走。当时的九九已经成年了，奶妈为了九九也是豁出去了。所以大家逛动物园还是要自觉，不要做对动物健康有害的事，也不要给饲养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可爱的九九提醒大家要文明参观哦。胖儿，回北京了，胖儿，离开妈妈了。胖儿还是得花姐勇敢。这是不满1岁半的胖大海即将离开避风峡前往北洞的画面。照顾他的奶妈因不舍胖大海的离开，已经伤心到哽咽。胖大海从小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，他不仅有疼爱他的饲养员，还有疼爱他的妈妈英华。别的妈妈看孩子都是一脸的生无可恋，而英华妈妈总是乐呵呵的摇晃着怀里的大海哄他睡觉。英华妈妈是出了名的母性强，把胖大海从头到脚都舔得粉嘟嘟的，再加上他出生月份略早，也比较能吃，所以他在17级熊猫宝宝的亮相会上格外的抢眼。庞大的体型和粉粉的毛色，让人一眼就能注意到他。大家都说现在的胖大海是熊猫界的小孩哥，7岁了还只会巴卡玛卡。其实他这种特质在他小时候就已经能看出1、2了。在当时的亮相会上，和他体型差不多的，因为会乱跑，所以都是最后出场，而且还是饲养员抱着。只有胖大海心甘情愿坐在小孩那桌，一动也不动，就连他旁边的小家伙也会扑腾2下，只有他安安静静的，努力的把自己缩成一团，让自己变得娇小一些，试图让自己和前排的小朋友待在一起，看起来更合群。由此看来，胖大海是一只妥妥的爱熊美跑了。也正因大海小时候很社恐，所以他总喜欢偷偷的躲在角落玩妈妈的青团，把自己玩得脏兮兮的，所以大家也叫他屎大海。每次玩完巴巴，自己还坐在墙角可怜兮兮的，这小模样饲养员看了也舍不得吵他，因为在避风峡每只熊猫都有一个大山头，等胖大海在大卸，经常会爬到10来米高的大树上。英华妈妈担心他摔下来，就会一直坐在树下守着他，有时候他不吃不喝，一守就是1中午，即便是这样他也不生气。等胖大海下来时，他还会用手轻轻地接住他的好大。但是奶妈看着英华妈妈这样很心疼，于是就叮嘱他不要管调皮的胖大海。你要在那儿等大海，都跟你说了不要管他，自己先吃饭，你非要在那儿等他，你看自己饿都没有嘛啊！你上午就在那儿等大海，竹子都没吃一口，等大海管都没管你，自己耍自己的，我要管你家那个臭小子了。胖大海也特别喜欢抢妈妈的吃的，每次饲养员喊英华妈妈过来，胖大海都会比妈妈还积极。后来1岁多的胖大海回到了北洞，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。原来粉粉的小团子现在已经长成了北洞首众了，但是有一点没有变的，就是胖大海那比大学生还要清澈的眼神。盘点饲养员的收猫神技能。收猫是饲养员最头疼的环节之一了，有时候为了收一只熊猫宝宝，都恨不得需要全体出动。谭爷爷已经算是收猫界的传奇人物了，一般的小熊只要谭爷爷一声呼唤，就会屁颠屁颠的跑回家。但也有几个别的钉子户，比如爱待多久待多久的艾灸，即便是谭爷爷来了也不好使。38度的高温天气，挂在树上的艾灸已经热到小肚子一鼓一鼓的，即便是这样，
他怎么都不肯下树回家。于是谭爷爷就拿出了他的杀手锏——蜂蜜涂窝头，把艾九馋得口水直流。但谭爷爷还是低估了艾九的定力，美食诱惑最终失败，只能使用最后的秘密武器。艾九是拿水管滋下来的，还有的饲养员在收猫时会使用激将法。这天几个奶妈怎么都收不回捣蛋的熊孩子，眼看着手里的窝头都快吃完了，于是奶妈心生一计，摆着手让其他奶妈先回去，自己好实施计划。只见奶妈一个眼疾手快，抢了熊孩子手里的窝头，转身就跑。这出其不意的操作，别说熊孩子没反应过来了，估计他手里的窝头都没反应过来。但该说不说，这招真的好使。熊孩子回过神后很生气，怒气冲冲的就追着回去了。还有的饲养员会培养自己的亲信，从而实现以猫治猫的目的，而能成为这种亲信的，一般都是熊猫界的狐妹子。萌兰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当时的萌兰可谓是基地之鹰犬，奶爸只找牙，所以就有了司汤圆拖堂不肯回家。奶爸派萌兰去收他的场面。萌兰爬上树后，先是好言相劝，跟三哥回去吧。奶爸说了有喝不完的盆盆奶，结果司汤圆非但不领情，还咬住萌兰的脸，像是在说我们曾经说好的一起叛逆了，结果你现在竟然成为了奶爸的狗腿子，以后你不再是我三哥。说罢便把萌兰咬下了树。此时奶爸摸了摸萌兰的脑袋，让他再战。萌兰又爬上树后，二话不说直接开干，没几下就把司汤圆咬下了树。看来我们萌兰还是懂得先礼后兵的。还有的饲养员和熊猫待久了，多少也会点熊猫语，他们会模仿幼崽的叫声来收熊猫妈妈回家。但这招也有顽劈叉的，比如怀婷奶爸自信满满的收星星回家。我要用一点技巧把它引回来。那要用什么方法把它叫回来？我打算用那个模仿幼崽尖叫的声音。结果人家海星星一听就知道不是自家孩子的叫声，睡在那里动都没动一下。他怎么还是无动于衷呢？最搞笑的是隔壁的金山听到后倒是回来了。到了，把金山喊回来了。所以怀婷奶爸这是模仿错孩子了吗？大家还知道饲养员有哪些收猫神技能呢？只长得狗里狗气的小熊，就是三胞胎萌帅酷中的3D 小酷。小酷的长相在三姐弟中可以说是最有特色的。大姐萌萌长得很秀气，打眼一瞧就知道是女孩子。二哥帅帅熊如其名，长得很帅气，拥有一双卡姿兰大眼睛。而3D 小酷的长相可以说靠出奇制胜。既然颜值拼不过，那就走搞笑路线，五边形的脸，外加憨气十足的小眼神里还透露着一丝愚蠢，真的让人只看一眼就能爱上。虽然她是三姐弟中长得最壮的，她的手臂特别的粗，以至于她量血压的仪器都是定制的，但她也是三姐弟中最会撒娇的。小酷有一个拿手绝活，那就是歪头杀，呆呆的眼神配上歪头的动作，以及不经意间甩飞的口水，有一种猛男撒娇的既视感，但却一点都不油腻，看上去十分的可爱。后来才知道，酷酷的歪头杀是跟大梁学的，一人一熊互动的画面特别有爱，而且小酷好像知道他自己很可爱，于是他也会靠撒娇来骗吃骗喝。大文奶爸最受不了小酷撒娇，看到小酷冲他撒娇，恨不得什么都给他。你不要那么可爱呀，酷！我想给你，问题吃箱里面装满了，你叫我放哪里啊？小酷也很聪明，大文奶爸说车厢装满了，没有办法给他吃的食，他还会把车厢里的东西丢下去腾地方。喂，丢垃圾要罚钱哦！酷酷的歪头杀是非常的有杀伤力的，而且小酷还是三姐弟中脾气最好的。姐姐萌萌喜欢发脾气，哥哥帅帅喜欢打架，酷酷心态超好，经常受气挨骂。前段时间酷酷很开心，经常哼着小曲下班回家，结果他走到玫瑰妃的门口，被玫瑰妃听到了，小酷就被老姨劈头盖脸的骂了半天。但小酷心态好，不还嘴，也丝毫不放在心上，毕竟谁住在他隔壁都能骂上他几句。第二天小酷继续哼着小曲回家，结果把大文奶爸吓坏了，连忙提醒他咩了，要回去吗酷？你不要咩就回去啊酷！你记得昨天晚上你咩就回去发生什么了吗？不要咩了，不要咩了。真的好喜欢小酷的性格，整天都乐呵呵的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，没心没肺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